Hello，大家好。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标题都是有兴趣在游戏里能够更好的提升自己的视力的朋友。但是我想先声明一点的就是，如果你想在本服甚至是跨服视力都排名靠前，你一定是要砸钱上 V 的。毕竟游戏要继续运营，那就是要赚钱的。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我也充值了呀，那我的视力怎么还是比不过人？那是因为你们在比财力的同时，你们还要懂得如何安排你的策略。最理想的就是一开服就趁着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你就安排好自己想怎么玩，还有尽快升级自己的视力，坐稳排名第一的宝座，在视力上一直稳稳的赢过其他人。但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很多时候不一定能实现。然后我也相信有玩家是不想把钱花在游戏上的，那就完全没有希望成为高视力玩家了吗？当然不是，只能说充值有充值的玩法，不充值也有不充值的玩法。充值的人肯定玩得比较轻松和能够快速升级，但不充值的你也可以享受慢慢体验游戏过程啊。这就要看你自己有野心的同时，是否愿意在这游戏上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咯。谨记理智消费，量力而为。好了，那我先从声势值说起。首先，大家要明白，声势不等于视力。影响声势值高低的主要因素是伙伴等级，还有总资质，尤其是气势资质与气势属性。所以提升声势值的重点在于 up 这些因素。然后声势通常是用于打功底。我先说说看中52点的步步惊心副本吧。你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是我供大家，尤其是那些没有充值的玩家，可以参考击败那一关的公敌大概可以安排的伙伴数量。这个图是假设你连首充也没有充值，然后你已经获得所有能够通过任务和剧情解锁的伙伴，也就是说你们至少拥有22个伙伴。然后看你们自己想怎样参考这个图，自己安排怎样 up 自己伙伴的声势值。但是说真的，不必特地为了能够快速通关更多公敌而太过偏心的 up 自己的伙伴声势值，因为你慢慢来 up，总有一天是会通关20/20的。然后我会在另一支影片教大家应该怎样 up 自己的伙伴，还有 up 谁好。至于晚间8点击败容嬷嬷，你们副本点进去的时候，先把伙伴的声序改成降序，然后请把伙伴的声势值由弱、中、强循序开始打。记得平时要注意看你的攻击力是几%，争取得到一个比较确实的实力预估。然后打到最后8强左右停止战斗，这是为了能够上榜获得一点积分和威望。当然你也可以留着全部伙伴到最后才开始打，很有可能会来不及打完哦。接着你慢慢蹲看当晚容嬷嬷血量减少的速度，如果接近9点了还有很多血量，你慢慢一个一个伙伴用。差不多只剩10% 的时候，你就要开始等着了。你可以一直进进出出，一直看好最新更新的分数。最后5% 的时候，你可以根据血量减少的速度，慢慢用掉你伙伴，直到只剩最后4强。根据自己的实力还有第六感定夺在最后3到1% 的任何一个时刻丢完最后4强后结束就好。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有时候你用完伙伴还剩1到0点几%，那你可以考虑要不要用出战令。如果你要用出战令，
不要犹豫，不要担心会不会浪费，用就对了。重点不是几时开始打，而是什么时候结束。忍到最后，你就可以笑到最后。划重点，伙伴升序改成降序，弱中强循序打，然后最后3到1%用完最后4强。最后你一定要果断，加有耐心。祝你成功拿下容嬷嬷，加油！接下来就是重头戏，怎样提升视力加如何视力冲榜。如果你不冲视力榜，那你可以在其他榜进行时做以下的事情来提升视力，不必存着。但是如果你要冲视力榜，那你一定要跟着这个图参考你可以做的和不可以做的。关于升级伙伴和应该兑换什么服装的详细说明会在另一支影片。但是关于联姻这件事情，你按科举之后确实会升级你的视力，但是联姻时获得对方孩子的属性加成，有助于冲榜。而且与视力榜同时进行的限时奖励会是每次联姻它都会送元宝哦。所以视力榜一来，所有平时不可以做的事情你做就对了。至于为什么我建议把白菜和活力丹存起来，等到视力榜才用，是因为视力榜进行的时候，多数人会寻找属性差不多的孩子联姻，而这时候你可以尽量使用活力丹加速孩子的成长，到接近科举时才喂白菜。而我的个人经验就是，我最近的一次视力榜排第3，视力涨幅在1000万左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刚好天时地利人和的有6个新伙伴可以从零升起，所以说升级伙伴还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没有把握可以有很高的视力涨幅，那你可以考虑不冲这个榜。关于冲榜，我会再出另外一支影片详细说明，敬请期待哦。至于飞速晋升位分，有个小小的 tips 就是，日常你选择放弃100和500属性的书，银两足够时，也可以放弃银两而选择威望。最后，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所帮助，不要吝啬你的赞哦，鼓励我，快点做出下一支影片。有任何疑问的，可以在 YouTube 下面留言，我会尽量回复的，谢谢。